假嘅。我哋所有嘅專屬平台同埋聯絡方法都喺晒呢度噶啦，唔好再俾人呃啦。Hello， 大家好啊！歡迎翻到嚟逢星期五嘅 CJ 激壓。2023年咧，眨下眼就去到咧第三季嘅尾聲啦噃。股市煙花盛宴啊，亦都燃燒咗大半年噶啦。相信咧，大家都好期待第四季股市咧能唔能夠繼續繁盛啊！雖然市場上咧時不時都傳嚟美國經濟走向衰退嘅聲音，但係呢刻短期嚟講啊，我對股市第四季嘅走勢咧都仲係比較樂觀噶。特別美股市場啦，因為咧美股嘅消息啦，同埋美股嘅走勢咧比較易睇啦。呢度咧我冇講過成個走勢係直線上升，中間咧可以先跌後升或者先升後跌嘅。最重要咧就係等陣同大家講嘅唔同消息面同埋基本分析，我哋自己點諗，我哋立場啦，同埋有乜嘢會改變咗成個基本面，令到原先統計都話俾你聽，靚嘅第四季表現都可以轉差㗎噃。完咗今集內容，大家咧會知道我嘅睇法有啲咩理據支持。喺咩情況下我會重新調整策略呢？今集就一次過同大家分享晒啦。中意呢集內容嘅記得要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撳埋鐘仔啊！想知啲輕鬆啲題材，記住 follow 埋 IG。對短炒有興趣嘅話咧，記住加入埋我哋 Telegram Channel 啦。另外睇到 IG 都知道啦，我哋台前幕後大家庭咧，所有成員咧都開開心心、齊整整噶。如果想加入你大家庭咧，我哋今日有一個空缺啦，就係 Video Editor 剪片師啊！有興趣嘅快啲下面 Google Form 填你個人資料，懟埋份 CV 咧，約我哋傾下啦。除咗雪櫃有嘢食有嘢飲，個個都肥肥白白嘅，年底我哋仲會去 retreat 添，係噶啦，係 sell 你噶啦。所以咧，有興趣嘅你或者介紹嘅朋友，即刻見下呢個職位啦。首先講下統計角度先，然後咧再慢慢講下消息同埋基本面，然後你可以 save 低今集，揾張紙筆寫低，睇下你認唔認同所有嘅觀點啦。點解我哋咧對股市仲係比較樂觀呢？因為唔止一次，係好多次都有呢個嘅十月效應出現啦。而呢個十月效應咧，都令到我準確喺 CJ 同大家講過，2021年10月或者2022年1月咧 S&P 股市有機會見頂嘅呢個預測。結果股市去到舊年11月先見底啫。未聽過十二月效應嘅話咧，都唔出奇嘅，因為係我哋自己 research team 揾出嚟嘅。而呢個效應咧，我早喺1年半前 CJ Live 同大家介紹過啦。個概念咧就係恆指同埋標普嘅走勢，全年咧最高峰多數嘅時間，竟然係喺10月出現㗎。當時咧因為10月效應加上各個經濟指標同埋消息啦，我就提到啦，小心喺2021年10月同埋1月時候咧會見頂，因為標普喺10月、1月咧見頂嘅機會係超過一半㗎，亦都只係因為咁啫。大家都會知道啦，2022年嘅 Q1、Q2 個預測好簡單啦，就係咧跟住個跌勢一路落去啦，而最終咧股市喺半年內跌咗25%，咁一次咧可能撞彩啦，但係10月咧都有個統計數據咧做後盾㗎。睇翻最近10年嘅統計啊，統計嘅4個指數入邊，有3個指數嘅最近10年啊，全年高係出現10月嘅次數咧，都比其他月份咧係高嘅噃。咁圖中你都可以睇到㗎啦，拉到54年咁睇啦，恒生指數全年嘅最高峰、最巴閉嘅時段咧，往往都係出現喺12月係居多㗎。而標普啦噃，全年最閃耀、最繁盛嘅時刻，亦都通常喺10月出現㗎。如果10月、1月呢2個月夾埋咧嘅時間係佔全年1/6，但係見頂機會咧係高過一半㗎。呢個嘅優勢咧比恒指更加明顯。當然見頂就兩睇嘅，見頂前買就梗係升啦，見頂之後咧就係個跌勢㗎啦。大家要好好拿捏一個轉勢位啊！其實講翻嚟，點解10月效應咁特別咧？點解10月先至會托高個市，然後見頂落翻嚟咧？咁而家同大家總括下我過往10幾年做資產管理所諗嘅原因，大家都可以唔同意或者補充㗎。第一原因咧就應該係粉飾櫥窗啦。大家做嗰啲行都應該知道，好多基金經理咧年尾係要整靚個持倉報告㗎，因為咧出 performance fee 咧一係就今年，一係就下年㗎。而好多嘅基金莫關你肯唔肯出 bonus 啊，你嘅客都會催售你㗎嘛，有得跑又點會攔住咁行咧？所以啦，10月同1月咧年度結算前啦，咁都盡量咧令到佢手頭嘅持股咧係變咗強勢少少㗎。咁而嗰年咧一定係用10月31截止㗎。咁嗰年報告咧就盡量會靚仔啲。當然啦，唔係某一隻基金咧可以令到個市喐到嘅，但係啦，隻基金、隻退休金都攞10月31做連結㗎嘛。你係基金經理，
一定有責任整靚每一年嘅表現。咁而變相啦，令到嗰一排咧升得最勁嘅個股更加受到基金追捧。咁樣咧，第二年嘅時候，個客一睇個持倉報告，見到隻股票都升咗唔少啦，即刻當場拍晒手掌啦。同一時間都有基金咧，希望將手頭嘅股票炒高啲，令到全年嘅投資回報咧高啲，吸引啲。新一年有更多顧客，基金咧必定講求另一個數字，就係 AUM 啊 ，Assets Under Management。除咗回報，你都要有人啊願意將啲錢相信基金擺落去，你先有嘢操作㗎。呢啲就係我俗稱嘅粉飾櫥窗啦。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年尾花紅、雙糧同埋派息等等啦。其實好多公司啊喺年尾10月或者1月嘅時間派花紅啦、雙糧啦同埋末期息㗎。除咗拎嚟年尾 shopping 之外啊，大把有心嘅人，譬如我同你啊，會 shop 啲股票翻嚟㗎嘛，咁先係長線部署嘅。第三原因咧喺港股市場就少啲發生嘅。喺外國股市，特別美股咧就會多啲發生，因為受住股息要抽稅嘅影響啊。美國嘅公司咧多數會用啲多餘錢咧係回購翻自己股份嘅。試咗啦，我多咗10萬蚊，我派息俾你，你即刻要交稅。但係啦，我10萬蚊買翻啲股份翻嚟，令到股價上升，嗰個股東沽唔沽、幾時沽係佢嘅事㗎。要交稅走盞嘅位咧就大好多㗎啦。所以每年咧都有啲報告同埋要向相關部門申請披露你準備同埋完成咗幾多回購嘅金額㗎。去到年底公司要結算嘅時候咧，有機會想 match 翻條數，亦都再度咧令到10月股市交投活躍啲。交投活躍啲咧就未必令到個價格上升嘅，不過多數會咯。一間屋你要賣啦，一個人問價同2個人問價咧，你個價錢企得硬唔硬咧，已經好大分別㗎啦。講起10月效應嘅數據啊，大家係咪真係準備咗 Q4 嘅部署咧？定係又係俾個跌市嚇親咧？我哋統計顯示啊 ，Q3 咧係4個季度最差季，而家正同我舊年講一樣，2023嘅股市係同2022唔同嘅。4季我估計有2甚至3季上升㗎，咁1季下跌嘅咧，正按統計顯示就係 Q3。當然啦，統計就冇必贏嘅，但係大家想唔想知道 Q4 恆指美股上升嘅次數有幾多咧？上升幅度又係點咧？升嘅時候咧，邊啲板塊喺 Q4 特別靚仔咧？茶敍嘅投資講座咧已經準備晒內容同大家宣布啦，爭在技術分析要等後少少，即時少少去畫圖。成套內容咧將會喺9月12號茶敍咧同大家網上見面㗎。scan 下 QR code 或者撳下面嘅就能夠報名啦。我戴個頭盔先，以上數據唔係100%㗎，我唔係只係因為統計上咧令到我哋對 Q4 嘅股市樂觀啲㗎，其他層面上面都有唔同原因令我哋特別可以留意下今年嘅 Q4 啊。而啲機會咧係咁啱股市跌緊先創造到㗎，就係 Q4 咧係消費旺季，傳統智慧都一定係咁㗎。如果大家熟悉咧美國嘅架構，你知道啦，賺出口錢又賺唔到啦，輸錢添啊！真係要靠就靠內需，而內需咧差唔多1半嘅銷售都喺 Q4 出現晒㗎，呢個真係唔講得少㗎。每年去到 Q4 搏一搏呢啲消費股，甚至整體嘅股市咧都應該有啲着數可以揾到㗎。每年呢個時候啦，全球嘅消費行業都好忙。美國有感恩節啦、Black Friday 啦、聖誕節啦、Boxing Day 啦、新年呢啲重點嘅消費節日，全部都係寫 Q4 㗎。咁你會話啦，新年啊點會係 Q4 啊？咁你準備新年嘅嘢，梗係12月準備㗎嘛。而中國咧亦都有11黃金週、雙11呢啲消費旺季啦，仲有農曆新年添。每年到第4季咧，市場都會憧憬住啊嚟緊消費旺季會唔會帶動零售啊、製造業啊、運輸、旅遊對經濟嘅貢獻。就算啦，呢啲消費旺季啊，結果冇預期咁好，呢啲節日嚟之前咧，市場大機會都會炒作一番先㗎，令到股市上升機會咧就加大咗。而一般啊喺9月尾10月中啲時間咧，已經開始見到啱啱講嘅板塊慢慢有資金流入情況出現，因為節日喺12月啫，你要買嘢要消費係之前消費㗎，所以啦，整體成個 Q4 表現咧應該都比較其他季度樂觀。另一個原因咧就係我一直用嚟判斷煙花完結嘅指標，而家咧仲未有出現信號㗎。呢個指標咧咁耐以嚟啊都可以準確咧判斷煙花係咪完結添啊！大家咧喺舊年到而家都知道咧點解有煙花發生，幾時發生啦？結果你望住通脹數據啊，就知道通脹係威脅唔到經濟，擺喺倒後鏡，股市就會炒加息見頂，股市就升定先㗎啦。結果個底咪發生咗咯。下下用眼睛望個事實，或者望住個股價等感覺嚟咧，真係可能會好遲㗎。所以而家我哋部署咧就係玩到幾時個遊樂場會閂，
我哋喺閂之前咧，盡量玩到最後。大家都唔使咁擔心住㗎。第一啦，煙花咧係有機會再發生，股市亦都會再上揚㗎。第二啦，就算煙花熄滅，的而且確進入熊市嘅，不過熊市咧亦都可以轉 portfolio 做 parking， 亦都能夠創造到8至10% 嘅回報嘅。到時全部都跌緊，甚至炒埋通縮，其實你賺3% 已經跑贏大市好多㗎啦。一來一回咧就係咁樣去控制自己嘅 portfolio 啫。有啲信號出現嘅時候咧，希望啦我喺市追擊啊，或者升級版或者茶聚會同大家講到啦。但係如果大家想偷步知道呢啲信號乜嘢，甚至成個牛市牛1、牛2、牛3去到終結 exactly 有啲乜嘢指標可以睇到咧？呢錦囊咧齊齊整整執咗俾大家㗎啦。今次咧由頭將我以前個分享會砍掉重來。原先我哋擺落 lifetime coaching 咧去 train 下 upgrade 下之前10年財務自由同學仔嘅。諗下走漏咗風聲啊！未係同學仔嘅朋友都想 join。今次咧限定一次咧完全公開俾大家，而今次我砍掉重來嘅內容咧係以前嘅1/4，所以我啲 point 咧係非常之 step by step 同 precise 㗎。9月16號當日咧，我仲會同大家講埋波浪理論，有咩條件達成咗咧？而家呢個浪只係升浪嘅中間咧。呢個 lifetime coaching 嘅免費工作坊咧，大家想參加咧，記住嘅 QR code或者下面連結咧報名啦。到時直播見大家，完咗仲有48先重溫添。其實我哋最新策略會有乜嘢改變呢？或者有冇改變呢？最近美股出現調整，技術面嚟睇啊，我都覺得而家咧未必適宜咧再大幅加注。但係正如上集同埋啱啱所講，喺統計同消息面上面嚟睇 ，Q4 股市咧可能係壓軸之旅。如果呢個壓軸之旅能夠咧貼近歷史高位，甚至破一破嘅話咧，我哋講咗成年幾嘅煙花，正正就將會喺今年年底升完又結束㗎啦。但係大家真係要睇數食飯啊！冇嘅話都唔好買張機票嚟加拿大插我啊！所以啦，嚟緊我都會傾向喺大位上面見到反彈就即刻會加翻少少倉，而且啲曝光下限特別美股唔應該到0嘅。9月16號都會講少少嘅，大致上好似一杯水咁樣，你嘅注碼不能太過複雜㗎。舊年全年到而家暫時策略咧都係應該 half full 去到 full low， 有咩事咧避一避，最多去翻 half low 啫。但係一定要分清楚有咩短炒，有咩長揸。因為 full low 去 half low 咧，要走嗰啲係短線股，不論蝕同賺，呢個係策略必定要把握。而 Q4 咧比較特別啊，可能炒緊加息或者加息尾聲啊。美股而家咧非常之強勢，所以之前講嘅煙花5虎咧，特別可能黃金同外匯可能唞一唞氣，真係向上升嘅時候咧，可以留下股市搭發順風車，或者伏下啲債券 ETF， 譬如 TLT 有冇轉勢，括弧咧就加啲虛擬貨幣，譬如比特幣、以太幣等等。有興趣留下打個1字，嚟緊1-2集咧，我試下同大家跟進下，經過唔同環境發生之後嘅 Q4 煙花5虎嘅策略會點咧？但係記住啦，唔好俾情緒掌控你嘅投資策略。盲目嘅樂觀有機會令你陷入險境，盲目悲觀咧，亦都令你錯失買入機會。但係最大嘅就係你始終會買入，但係變咗遲到買入，又再重複翻高買低賣嘅情況啦。正如上星期C追擊同大家一次過講晒而家影響緊股市嘅事件啦。壞消息同不確定性咧，其實依然存在緊。嗱，係好事嚟㗎。如果冇晒壞消息，真係煙花尾聲㗎啦。但係大家記唔記得，而家美國仲要加息，經濟好好咩？銀行危機爆咗啦，有冇人提呢？美國評級亦都調低咗啦，啲人 care 咩？點都好啦，唔認總衰認㗎。聯儲局咧總係要喺 Q4 是打一個月，最多 Q1 啦，去承認咧美國經濟承擔唔到咁高嘅息率㗎。到時咧希望仲擠多下煙花出嚟，之後咧就會迎嚟一個比較大嘅炸彈出現。一出現咧，市場先至會清醒㗎。記住，冇人有水晶球㗎。贏嗰啲咧，永遠有準備、有部署、有 Plan B 嗰啲。當然啦，咁講好似為咗自己戴頭盔。諗翻你自己同你自己嘅財富做翻交代，客觀咁諗，同埋做兩手準備，同捉棋一樣啫。你又同唔同意呢？唔知你點睇美股或者全球股市係 Q4 嘅走勢呢？歡迎咧留言話俾我知啦。記住如果中意今集內容嘅話，記得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啦。9月12茶聚，9月16嘅免費工作坊見大家啦。投資唔係大學嘅專利，下個禮拜見。拜拜。投資市場每日變幻莫測，有時有啲最新經濟數據同埋政策推出，就好可能即時會影響到倉位部署噶。升級版將會有我同埋一班嘅 research team 同事帶大家每日分析新聞、解釋市況。除咗對港股、美股之外，仲有其他商品、ETF、外匯等等嘅信息。總之有機會滾存財富都會同大家即時分享。
而所有嘅真實執行部署咧都會有一個虛擬組合作為示範噶，而呢個組合咧將會每日實時更新。長線短炒嘅資產精選，仲有每日講美股嘅後市分析添。最重要嚟緊9月我哋就會加價噶啦，如果想把握機會最後上車，永久鎖定而家呢個平啲價錢呢，即刻去 click 下面條 link 了解更多啦。2023已經過咗大半啦，今年先有聯儲局加速個加息步伐啦，後有美國信貸評級被調低，再有房地產違約2.0啊，加天來一浪接一浪啦，亦都令到之前2季強勢嘅股市都作出適當嘅調整。大家想知道股市最後一季點樣部署呢？或者要等啲咩信號可以開始趁低吸納？又吸納啲乜嘢呢？我哋嘗試聚焦淨係第4季市場將會留意嘅板塊同埋股票，逐個同大家計合理價同出入市位置。2023年最後一擊粉飾櫥窗，有我 Jackie 同德興喺9月12號香港時間晚上7點15分至9點45分線上同大家見面噶，時間冇多啦，把握機會做定部署，當晚會俾晒錦囊俾大家噶，喺 QR Code 或者下面連結報名啦。想緊貼大市走勢，即刻就下載我哋我要做富翁應用程式，黐住我哋呢班我要做富翁啦！